成亲3年，我一直以为李胜是爱我的，直到我发现他是口蜜腹剑的伪君子，一步步算计我。他曾对我说，我们的相遇是上天的安排，门第永远不会成为我们之间的障碍。可后来他却告诉同僚，门第当然不会成为问题，我不过是看上了他家的钱罢了。一想到他是个被人用了3年的，我心里就恶心得很。破鞋。后来我提出和离，他却发疯般祈求我不要离开。我嗤笑一声，俯视他，我没有男人不会死，但是你没钱会死得很惨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有时候，女人的第六感又敏锐又准。李胜在沐浴，我给他整理换洗的衣物时，却闻到不一样的香味。我是开香铺的，自然分得清这衣衫上格格不入的香味。就在我怀疑他外面有人时，又翻出一张药方。虽然我看不懂此药方是治疗什么的，但是我留了个心眼，藏了起来。李胜出来后，我努力平复心情，只是问了一句，他便不耐烦地训斥我，别疑神疑鬼的。我愣住了，他以前从不这样对我说话。许是他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，他把我拥入怀中，轻声道歉：“子如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今日公务繁忙，我只是有些累了。”语气重了点。我没有应声，好像有一根细细小小的刺在心尖上，轻轻扎了一下，不明显，甚至稍纵即逝。但是那种细微的小小痛感却在身体里蔓延开，让人从头到脚都难过。空气似乎凝固片刻。他低下头轻吻我的额头，耐心地哄着，都是我的错。夫人，你就别生气了好吗？我别过头去，依然没开口。他的吻落在我白皙的脖子上，手也顺着领子钻进去。他以为只要这样，这事就算是过去了，但是没有。我用力挣开，抬眼看着他，你还没回答我。你衣衫上的异香是怎么回事？他脸上的柔情瞬间消失，皱起眉头，怒斥：不过就是不小心沾上同僚身上的香囊罢了。你还想要什么解释？你闹够了没有？我冷哼一声，这哪里是男子用的香料，分明是……他揉了揉太阳穴，冷声道：今日被你这么一闹，我已没了心情。罢了，我去处理公务了。之后，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走之前还不忘回头看我一眼。徐子如，你知道的，没有哪个男人喜欢胡搅蛮缠又难哄的女人。从前我视你为唯一，如今我娶了你，你依然是我最爱的那个。之后摇摇头，又长叹一声，
像是在诉说对我的失望。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现在是怎么了？一连好几天，李胜都不着家，总是说公务繁忙。连我也开始反思，是不是自己太过敏感了？我做了一桌子好菜，等他，可下人来报，说他去了醉仙楼。思考许久，我还是决定去看看。李大人，没想到你还真不在乎门第，娶了那商贾之女徐子如，门第当然不会成为问题。我只不过是看上了他家的钱罢了。一想到他是个被人用了3年的破鞋，我心里就恶心得很。我站在门口，抬起的手慢慢收紧，指骨微微泛白。原来，在李胜心里，我只是个被人用过的破鞋。顿时，我仿佛掉进了冰窖里，从心顶凉到了脚尖。恶心2个字，犹如一把钝了的锉刀，一点点残忍地割开我的心。悲痛从伤口流出，洒落一地。雅间里，他的同僚表示十分赞同，换做任何一个男人，谁乐意找一个弃妇？还不是因为他有钱。李胜点头，说罢，同僚便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：没事，他有钱就行，只盼李大人苟富贵，勿相忘。又问：你外头的人不怕他知道？李胜醉醺醺的，拍着胸脯十分自豪。他好骗，只要我一生气，他就缴械投降了，根本不会想到我在外面有女人。听到这，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捏住了，窒息的厉害，整个身体像极了秋风中晃动的枯枝，脑中一片空白，颤抖的四肢却像扎根在了原地，无法挪动半步，整个人陷入无尽的绝望之中。谁曾想，曾经那个爱我如命的男人会说出这样的话？明明3年前，陪着心灰意冷的我度过黑暗时光的人是他，明明2年前，对我穷追猛打，让我多看他一眼的人是他，明明半年前，在新婚之夜激动落泪，说得偿所愿的人也是他。原来，他在乎的是我的钱，不是我这个人。我在他心里是这么的不堪。3年前，我和前任夫君刚和离，他便出现了。和离对于我们女子来说，总是受人指指点点的，世人会把所有的污名都放在我们身上，说我们不孝不贤。在心灰意冷时，我曾想过就这样死去，可是我没有这样做。可不巧，那时候不小心落了水，他奋不顾身救下了我。他开导我，陪伴我，帮助我。他满腹经纶，为人稳重，一步步。在和他接触的过程中，我爱上了他。他像一束光一样出现，照亮了我，让我再一次相信爱情。我们一起经历了许多事，
不顾及门第，不顾父母反对，才在我和离后的第3年走到一起。可是，男人的爱意像花期一样短，仅仅半年就凋谢了。可我不甘心，我想看看那位让他着迷的女子是何模样。我跟着他到了城西的一处小院子，一位身材曼妙的女子把他扶进屋。原来，他喜欢这样婀娜多姿的女人。通过门缝，我听到他们说的话：“李郎，你什么时候让我进门吗？”女子娇滴滴地坐在他的腿上，李胜轻轻拨弄她额前的碎发，道：“不着急，我们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可是我都等了你3年了，我人和心都给了你，你可不能不负责。”女子撅起小嘴，佯装生气，可这样的模样更加让人动容。快了，等我把他的钱都弄到手，我便休了他，娶你。说罢，李胜便俯身吻了下去。之后的事，我不敢再看下去。走在街上，我拼命大口呼吸，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，整个人却是浑浑噩噩的。我不知道何时回到府上，只知道一整夜未眠。我呆坐着，一瞬不瞬地盯着跳动的烛火，最后还是婢女唤了我，我才打起精神来。夫人，江大夫来了，让他在天厅等着吧。我快速梳洗，便去迎客了。江世安与我青梅竹马，我把他当成最好的朋友。江世安拧着双眉，眼中满是担忧。子如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？我浅浅一笑，许是昨日没有睡好。之前托人给你送的药方，可知是用来做什么的？我正因为此事前来。这药方没什么不妥，是孕妇安胎用的。原本她张开的嘴又闭上，最后还是问子如可是有了身孕。我摇摇头苦笑，我是真没想到，我的夫君瞒着我有了外室，甚至还有了孩子。江世安心中有了答案，很识趣也没问。经过昨晚一整夜的思考，男人是靠不住的，真正能依靠的只有自己。我一心扑在香铺上，日夜连轴转，没有心思再想其他事。刚刚那位夫人拿的香囊，我也要一份。我没想到李胜的外室居然是我们香铺的常客。这次我看得真切，这名女子身材曼妙，长得与我有3分相似，但是却比我年轻。很好，拿着我的钱去养外室是吧？柳曼，你怎么在这？婆母听着声音很耳熟，走到柳曼跟前仔细瞧着，唤了一声。婆母便是拿了刚刚最后一份香囊的夫人。柳曼看起来很惊讶，可我从她的眼神看出了一丝得意。可谁知，下一秒柳曼直接跪在地上，满面梨花带雨，让人心生怜爱。老夫人，
您有所不知，曼儿已经怀了李郎的骨肉了，如今身子越发沉重，实在是难以独自生活，还望老夫人可以让我进门。我什么都不要，只求能平安生下孩子。原来，这柳曼是故意趁着婆母在的时候来，真是好心计。既然说服李胜行不通，只能从婆母下手了。婆母先是一愣，而后喜笑颜开：“哎呀，这可是喜事啊！”婆母还没说完，便被我打断了。我冷眼瞥了眼柳曼，又看向婆母，淡淡的说：“你说怀的是我夫君的孩子，你可有证据？万一是外面哪里来的野种呢？母亲，您说是不是？”婆母似乎也觉得有道理。突然，门口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：“我就是证据。”李胜看着我，眼神如同冰山一般冷漠，没有一丝温度。又顺手把柳曼扶起来，手搭在他的手臂上。我微微张着嘴，愣了好一会儿，才回过神来。我质问李胜：“你什么意思？你当初不是说此生只与我一生一世一双人，白头偕老吗？”他淡淡开口：“既然都知道了，那就索性都说清楚。柳曼与我青梅竹马，她等了我3年，如今又有了身孕，该给她名分了。那为侧室。”我捏紧手帕，死死地盯着她，声音带着怒意：“我不答应。”他怒斥：“我李府还轮不到你做主。”之后语气突然柔了下来，他垂下眼，自嘲般地扯了扯嘴角，声音低哑至极：“他等了我3年，也跟了我3年，而我也喜欢你3年。我在他身上看到了卑微又可怜的影子。徐子如，你仗着自己有钱，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从前都不屑于看我一眼，可我还是想要吸引你的注意，只能像只小狗一样，低声下气地舔着脸陪着你。”他对上我的目光，眼神里有些忧伤。有时候我总在想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是喜欢我这个人，还是喜欢听话的小狗？如今我已经是前途光明的进士，我终于可以在你面前抬头做人了。可是你还是连个好脸色都不给我，连撒娇都不会。我堂堂一个进士，为何还要听你的？如今我要什么样的美人没有？我从来都不知道他心里有这么多的委屈。可是我们相识3年，又成亲半年，我渐渐为了他卸下了所有防备。我以为他是懂我的，我不敢置信地看着他。所以呢，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：“你该补偿我的。只要你接受了曼儿以及她肚子里的孩子，我们就两清了，这事就过去了，就能幸福地重新开始了。”我嗤笑一声：“你内心的自卑为何要我来补偿？”这一次他彻底怒了：“别忘了，你只是个弃妇，被人玩了3年的。
破鞋。话音一落，我用尽全力给了他一记狠狠的耳光。你无耻！你让我感到恶心。我的身体颤了颤，瞪大眼睛死死盯着他，全身剧烈的颤抖，心也剧烈的疼痛，身上力气逐渐抽空。当初说不介意的人是他，如今揭开伤疤的人也是他。到底哪个才是真的他呢？他紧紧抓住我的手，咬牙切齿。无耻恶心！你说我无耻恶心，所以你跟那些人一样，觉得我是你身边一条听话的狗，是不是？我陪了你3年，也当了你3年的狗，你终于可怜我，施舍我，你才与我成亲的，是不是？美其名曰是我的真心打动了你，你可知？我一个堂堂进士，还要看你的脸色过活。他们是怎样笑话我的？李胜的情绪越来越激动，神情阴森可怖，把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。可是我的心仿佛被他紧紧握住，然后决绝地掏出。仍在冰天雪地之中。3年前，他告诉我，从第1次见面起，他就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我。可我当时不愿意再把真心交付出去，拒绝了他。他总是耐心又温柔地说：“没关系，我可以等，等到你愿意接纳我的那一天为止。”后来，日久生情，我真的爱上了他。他在放榜的那日，再一次向我表露情意。此生只想与徐子如一生一世一双人，白头偕老。他问我，可愿意成为他身旁的那个人？我问他，如今你中了榜，你试试我是伤，你可会嫌弃我是商贾之身？他眼底像是进了蜜糖似的，笑道：“我们的相遇是上天的安排，门第永远不会成为我们之间的障碍。”我又继续追问：“若是有更好的世家千金小姐看上了你，你可会抛弃我？”他轻轻揉了揉我的头发，说：“非你不娶。”只这4个字，我便舍弃一切，奋不顾身地和他在一起。尽管父母反对，认为他不是个良人，可谁让我真的爱上了他呢？明明我们那么努力奔向幸福的生活，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竟对我生出许许多多的怨恨和不满。3年来的陪伴和爱意已然分不出真假，这让我毛骨悚然。后来，李胜还是不顾我的反对，把柳曼纳为侧室，但我没有喝他敬的茶。婆母苦口婆心地劝我：“子如啊，自古嫁夫随夫，女子应当遵循3从4德，你可别再犟了，到头来还惹得自己官人不快，闹得夫妻不和的地步。况且，你嫁进李府这么久了，肚子里也没个动静。”他瞥了一眼我的肚子，一脸嫌弃：“不孝有3，无后为大。总之，就算你不喝骂儿敬的茶，
他也是我们李家的人了，肚子里也是李家的孙子。我和李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了夫妻生活呢？连我自己都想不起来了。约莫也就仅仅醉酒的那次新婚之夜吧。毕竟，口口声声说爱我的夫君，嫌我脏啊！我一个人怎么生？我冷笑一声，面无表情地看着婆母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又何必再劝我呢？我知道的。婆母之所以拉下老脸来劝我，只不过是想既要又要，既想要他李家的孙子，又惦记着我手上的田产铺子和嫁妆。毕竟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光靠李胜那点微薄的俸禄，怎么能过得如此滋润？正梳妆打扮时，来了位不速之客。姐姐安好。柳曼扭着腰肢向我走来，行了行礼。我在铜镜中瞥了她一眼，没有应声，继续选珠钗。姐姐这般如此不待见妹妹，何至于此啊？不过是共侍一夫罢了，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。况且虽然李郎日日在我房里歇着，我又怀着李家的骨肉，但你还是李府的正头大夫人啊。说着，柳曼一只手摸着渐渐凸起的肚子，她笑了笑，嘴角的弧度轻蔑，眼神里像是裹着刀子，语气更是丝毫不善。她一口一个姐姐妹妹的叫着，着实让我觉得恶心。我可担不起你这声姐姐，况且你还说我是正头大夫人，而你直接闯进我屋子，可见你完全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呀。我戴上玉簪，起身离开，谁知他竟然张开手拦住了我的去路。都是妹妹不懂规矩，还请姐姐见谅。我下意识地往后躲，冷声道：“你可别碰我，要是你磕了碰了，算谁的？”可柳曼依然不依不饶，伸出手靠近我。下一秒，哎呦一声，她便摔倒在地。我正在原地，眨了眨眼，有些不知所措。我明明没碰她的，怎么回事？李胜健步如飞走到柳曼的跟前，抱着她，抬眸冷冷地盯了我一眼。我还没开口，柳曼就红着眼，楚楚可怜地说：“李郎，别怪姐姐，都是我不小心摔的。好一朵白莲花，表面上假意维护我，实则是在展现自己宽容善良的一面，好让他心心念念的李郎彻底厌恶我。我还以为这辈子只会在画本上看到这勾心斗角的戏码，没想到还真发生在我身上。我没有应声。我以为李胜会为了柳曼而大声斥责我，可是并没有。我反而看到他眼里的期待转变成了失望。所以，他在期待些什么呢？期待我因为他护着别的女人而跟他哭闹，还是期待我向他低头，求他多爱我一点？可惜，他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。他冷哼一声，
便抱起柳曼离开了。我在亭子里边喝茶边看账簿，余光瞥见一个男人的身影。我没抬眼，只淡淡问了一句：“他怎么样了？”李胜拧着眉心，一瞬不瞬地盯着我。大夫说他没事，只是受了点惊吓，静养便可。我让他日后没事就不要来找你了。我放下手中的账簿，抬眼凝着他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说他摔倒是我造成的？子如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在门外都看到了，与你无关。他急忙握住我的手，解释。我抽出手，把头转向另一边。他的眼角泛红，乞求般望着我。我只是想让你多在乎我一点，哪怕只是一点。可是我与他亲近时，你却一点也不吃醋。当我看到你毫不在乎时，我就很难过。我语气讽刺地对他说：“你一边说着爱我的话，一边又在外面和别的女人在一起。这就是你说的一生一世一双人？怎么？难道当初不是你说要把他那进门的吗？如今想让我把他赶走？他可是还怀着你的孩子呢。”他被我对哑口无言，可想而知。我们不欢而散。我抬眼望去，似乎看到了一抹身影。看来大夫人失宠了。谁说不是呢？前段时间我还看到他们争吵，老爷都不去他屋里了，夜夜宿在二夫人那呢。二夫人如今有了身孕，身子金贵着呢，日后指不定这管家权都是二夫人的。我要去二夫人屋里当差，接住这泼天的富贵。我也去，我也去。约莫是大家都觉得我与李胜貌合神离，府里又都是趋炎附势的小人，他们开始巴结柳曼。我也不在乎，正好落得清闲，多些时间管理铺子，整理账簿。夫人，你确定不去瞧瞧老爷吗？近日老爷总是满身酒气，3更半夜才回府。婢女问。我摇摇头。可是越想越不对劲，什么事情能让他3更半夜才回府？况且他那柳曼早已在府上。我转头给婢女下了命令，你找个机敏的下人跟着他，看看他最近都去了哪里。最近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，总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。这天，他还是喝得醉醺醺的。我紧紧攥着几张纸，脸上忍不住流露出愤怒，质问他：“李胜，看你干的好事。”说罢，直接丢到他眼前。他捏着眉心，脸上显得更加不耐烦。徐子如，你又在发什么疯？我沉着脸，只死死地盯着他。他或许是突然想起些什么，连忙捡起纸张看起来。之后，他跪着抱住我的腿，拼命解释：“子如，你相信我，这不是我的，我没有。”他的解释让我更加恼怒。
上面有你的亲手画押。李胜，还不承认你赌博？若不是我让人跟着你，到现在我还被蒙在鼓里。说，你到底在外面欠了多少钱？我看着他狼狈的样子，着实可笑。他怯怯地说：“只输了一间铺子。”我给过他机会，到现在为止，他还在说谎。若不是我留多个心眼，查下去，我的嫁妆都要被他输光了。想到此，我气性便翻涌直上，忍不住拔高了音量：“李胜，我要跟你和离。子如，你相信我，我再也不赌了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”看着他的脸，卑微又可笑，我的眼眶渐渐发红，下意识别过头。李胜，我给过你机会的，但是你还在骗我。柳曼的事我本想忍忍就算了，可是你居然染上了毒瘾。说罢，我突然喉间一梗，一瞬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我们什么时候变成了这个样子？看到我已下定决心，他瞬间变了脸色，慢慢站起身来，用力握了下拳，眉眼间混杂着一股令人胆寒的戾气。他哑着声音休想，只要我在的一日，你就不可能离开我。李胜，你还要不要点脸了？那天在醉仙楼，你与同僚说的话我都听到了。你不过就是贪图我家的钱，我当初就不应该嫁给你，被你的花言巧语所骗。若不是……我还没说完，他便狠狠地掐住我的脖子，给了我一记耳光。你竟然那么狠心！我当初可是救过你的。一个耳光下来，我的嘴脸渗出了血。是，我承认他当初跳进河里把我捞起来，可是我并没有想死，而是被桥上的石头绊倒。至于桥上的那颗石头是不是他放的，他又为何那么巧路过就吓我？一个个相遇的场景瞬间在我脑海里浮现。当真相串起来后，这一切简直让我细思极恐。掐住我脖子的手越来越紧，我艰难地吐出每一个字：当初就没救过我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咬着几乎无一丝血色的唇，盛满倔强，硬是不肯对他低头半分。有本事，你就杀了我。最终，他松开了我。河里，想都别想，只留下一句话：愤愤离去。而我久久不能平静下来。当初他一穷二白，是我不顾父母反对，铁了心的要嫁给他。现在他却敢动手打我。他从前对我的好都是假的。他陪着我，等着我，爱我的时候，想的都是我家的钱财，甚至连我们的相遇，都是蓄谋已久。而我一步步走进他设计好的陷阱里。我是有多么的愚蠢，多么的可笑。
无论如何，我都不能让他再得逞了。我和离定了。说巧不巧，本来李胜下令不让我离开府邸半步，没想到我竟轻而易举地出了门。我借着出门看大夫的由头去医馆见姜世安。姜世安目光定在我脸上，黑眸里光点稀碎破碎。他满脸担忧地问：“他打你了？”他是指李胜，否则谁敢打我呢？我默了默，没有应声。他长叹一声，拿着一瓶药膏对我说：“我帮你上药吧。”在李胜出现在我身边时，他便找人去查李胜的底。今日，他把李胜所有的事都告诉了我，包括落水相救、一次次的偶遇、好赌成性以及觊觎我家钱财的事。他眼神暗了暗，说：“当初我是想告诉你的，只是我们只要一提到他的不好，你就气急败坏，根本听不进去。当初无论是我父母还是关心我的人，都说李胜不是个良人。可我当初怎么就那么爱他？鬼迷心窍了呢？没关系，现在知道也不迟。”他看出了我的懊恼，柔声安慰：“想当初，你可是我们这条街的小霸王呢，总是把我护在身后。”是啊，我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呢？那个带着傲气的徐子如哪儿去了呢？约莫是我们上药的姿势太过暧昧，不知怎地，李胜出现了。李胜气急败坏，怒骂：“好啊你，徐子如！没想到你这么着急与我和离，是想为了跟这个野男人在一起，是不是？”他怒气冲冲地给了姜世安一拳。姜世安心里窝着一口气，也是恶狠狠地回了过去。两个人扭打在一起。李胜，你发什么疯？我拉开他们，把姜世安护在身后，抬手给了李胜一个耳光。我狠狠地瞪着他：“这里不是李府，不是你胡乱撒野的地方。若你还不依不饶，我不介意报官，丢的可是你李大人的脸面。”我用余光瞥了一眼他身后的柳曼，冷声说道：“好心计呀。”之后又看向李胜，我眉头紧蹙，语气里满是愠怒：“赶紧带着你的人给我滚！”我现在才想起来，那天在亭子偷听我们说话的人是他，今天也是他故意让我出府，故意把李胜带到这里，为的是让李胜彻底厌弃我，把我赶出府，好巩固自己的位置。后来的1个月，我没再回府住，就在铺子的后院住着，每日里忙上忙下，忙着转移财产，忙着为铺子选址。或许是李胜觉得对不起我，不该对我下手；又或许是不想失去我这棵摇钱树，所以他每日都来找我。我总是找理由不见他。我在屏风后望去，可见他是一脸颓废，
全然没了精气神。可是，现在我和他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。他来了好几次，见不到我后就放弃了。可见，男人并不是真的把你放在心上。我把和离书给姜世安看，问他还有什么要注意的。他除了精通医术，还了解律法。他问：“你真的考虑好了吗？”我点点头。我没有比现在更坚定的要和离了，因为李胜，他根本不配。若是你需要什么帮助，尽管和我说。我对他浅浅一笑，露出若隐若现的酒窝。谢谢你，姜世安。我把和离书递给李胜，面无表情对他说：“签了。”原本李胜看到我去找他，脸上甚是欢喜，现在忽然变了脸色，脸黑得能滴出沫来。他接过和离书，狠狠撕碎。休想！我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样子，甚是好笑。无论你撕多少，我都有。我对着身旁的婢女使个眼色，他就掏出许多份和离书。早知道他会来这么一出，所以我早早备下了。这次，我不是一个人来的，还带着父母给的护卫，忠诚得很。只要李胜再敢动手，我不介意教训教训他。他冷哼一声：“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要与那姜世安双宿双飞，要和离没门，只能休了你。看来你身边的柳曼没少在你耳边嚼舌根子啊。”我的话语中带着冷嘲热讽，如同一杯苦涩的毒药，让人难以启齿。他嗤笑，满不在乎地耸肩，语气十分傲慢：“你入门半年也没有身孕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休了你也没人敢说什么。行啊，若是你不怕债主追债，你就只管休了我。你看我给不给你1分钱？”我坐下，慢悠悠地品着茶，连眼皮都懒得抬起，唇边的笑令人心颤。你在威胁我？他攥紧拳头想要上前，却被护卫挡在身前。我凝着他，脸上带着蔑视的神情。没错，我就是在威胁你。他有些气不过，毫不避讳地说：“和离2次的女人不会再有人要，就算姜世安再喜欢你，也会在他心里留下一根刺。他以为他说的话能够让我回心转意，还是说能够狠狠地刺痛我的心？”我嗤笑一声，俯视他：“我没有男人，又不会死。但是你没钱，会死得很惨。”我扫了一眼和离书：“签吧。”他没再说话，拿起毛笔签上自己的名字，还按了手印。做完这一系列的事，他还不忘对我抱怨：“徐子如，你多么高傲的一个人！从头到尾你都看不起我，自始至终，看不起你的是你自己，你内心深处的自卑。若是我看不起你，就不会在你没有放榜时
不顾一切奔向你。若是我看不起你，我就不会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你的自尊，在外给你足够的面子。若是我看不起你，我当初就不会嫁给你。说完，我给他翻了个白眼。空气似乎凝固了片刻。我不想在这个破地方再待下去。满意收下新鲜出炉的和离书，笑意直达眼底。嫁妆我全带走，我给你留下3间铺子，只要你不赌，加上你的俸禄，足够你们全家上下一辈子衣食无忧了。至于我，有没有人要，都与你无关。盛不盛开，都是花。有你没你，我都是我。从此以后，我们两清，远离渣男，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。我带着几壶好酒，约了姜时安去小时候最爱去的山顶。他问：“你真的要离开京城了吗？”我点点头，浅浅一笑，远离这个伤心的，重新开启一段新生活。我们聊了很多，怀念过去，展望未来。姜时安喝得醉醺醺的，红着脸对我说：“我喜欢你。”我像是没听见一样，又凝住了眼神，牙咬着唇儿，呆呆的不语。他顿了顿，放下手中的酒，认真地说：“在小时候，你把我护在身后的那一刻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我可以护你一辈子的，就像小时候你护着我那样护着你。”其实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我知道他心里是有我的，只是我们都错过了。现在我什么也不想，只想好好爱自己。世道不公，女子艰难，我想尽可能地实现自己的价值。我沉默了好一会儿，眼神认真地看向他，一字一句道：“谢谢你。可是我只想靠我自己。”他明白了，他给我了最真挚的祝福。我离开京城那天，李胜死皮赖脸地跟着。他靠近我：“为什么要离开京城？你就这么讨厌我？为了躲着我，不惜离开从小生活的地方吗？”我后退一步，冷笑一声：“李胜，你这么普通，怎么可以这么自信呢？你可别耽误了我的行程。”他脸色沉下来，眼里晕色渐浓。“徐子如，你非要这么带刺地跟我说话吗？”我对他摇摇头，轻叹一声。果然，他还不知悔改，转身就上了马车。可他却抓住了我的手：“我不许你走。”我转过头来，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放手。身旁的护卫立刻把他拽走。眼看马车就要离开，他急切地大吼：“我错了，夫人，我错了，你别走好不好？”可是马车并没有为他停下，他全然不顾及脸面，追着马车，在车窗旁低声祈求：“子如，你别走了好不好？我错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以后改，好吗？我求求你，别丢下我。”
马车越走越快，直到他筋疲力尽，再也追不上。声音也随着他的身影消失。我也没有再看他一眼。没关系呀，你算计我，我放弃你。1年后，我的香铺开遍了整个江南。在一个忙碌的午后，我收到了姜时安的信。信中，他说父母亲安好，他也好。他还提到了李胜一家。李胜还是没有戒掉毒瘾，不仅败光了我留给他们一家的铺子，身边的人也一个个离他而去。柳曼流产，孩子没保住，最后跟着富商跑了。李胜不仅穷困潦倒，连口口声声说喜欢了他3年的柳曼也抛弃了他。柳曼离开前，对他嗤之以鼻，早知道你是个，我就不跟你了。晦气，窝囊废。李胜质问，你不是说喜欢了我3年吗？苦苦等了我3年吗？柳曼露出一丝不耐烦，斜视一眼，挑逗地弯起嘴角，嘲讽着，骗你的也信？要不是看在你有钱的份上，谁会说？你现在才知道后悔。真正爱你的人早就被你伤透了心，离你而去了。他的眸中暗淡下来，一遍又一遍地喃喃着我的名字。可是，他还是继续赌博，趁着夜路抢劫，不小心杀了人，官位丢了。皇上龙颜大怒，下令秋后问斩。婆母一下子从天堂掉到地狱，又开始过上了苦日子，没缓过来，得了疯病。李胜一直生活在自卑的阴影中，他拼命地读书，想要改变穷苦的现状，但是在备考时，他为了走捷径，不惜去赌。输光了买书的钱后，又开始向我下手，因为他觉得女子好掌控，而我又有钱，能够帮他还掉所有的债务。他都没想过自己也会爱上我，可是内心的自卑让他无法获得安全感。他总是觉得我高傲，看不起他。于是他想向我证明，他是厉害的，他是值得我好好待他的。可惜，他还是戒不了赌，总是骗我说同僚谁家老母亲病倒了，需要用钱，在外面看到了可怜的乞丐，赏给了他们钱，而我深信不疑，不停给他钱，他也不停地去赌，如今沦落到这个下场，真是可怜可悲可叹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